怎么了？焦总在里面吗？林助理，你可算回来了。焦总刚刚进去，脸色很难看。不好！刚刚财务部的小黄说，市场部的小雅说，外联部的小小说，董事会提议焦总如果没有处理好这件事情，就要停焦总职。停职？你们围在这儿干嘛？那个，焦总，您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就停职而已嘛，又不是一次两次了。这种事情你也难不到我，对吧？那焦总有什么办法吗？那林助理身为金牌助理，有什么高招吗？焦总，你觉着捐4款怎么样？以宏宇的名义对动植物环境保护协会和环境保护的官方组织进行一次慈善捐助。那么这么一来呢，不仅可以挽回宏宇受损的名声，也可以向那些示威者展示我们宏宇对环境保护有着极大的热忱和决心。这都是你做的？嗯。好，就按你说的办。这样谁说的办啊？焦阳，你跑哪儿去了？我找你大圈，担心死我了。那林助理刚刚提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建议，从现在开始，所有人都要听林助理的指挥。我要让那些图谋不轨的人看一看我们总裁办的实力。听林助理指挥，那焦阳你干嘛去？我当然是有其他事情要办了。蒋柔，你消息比较灵，你和丁丁呢就负责监测网络上的舆论动向。英俊、小新，你们负责联系山庄，拿到真正的监控视频，用作以后向外界澄清的证据。赵总监，你人脉比较广，那募捐名单的事情就交给你来负责了。苏经理，你经验比较丰富，对接捐款平台的事你来做。好。我呢会在下班之前把捐款方案完善出来交给大家。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开始行动。等等，我有问题。像捐款平台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能交给一个外人呢？我不放心。赵总监说的没错，平台这么重要的事，我一个人确实处理不好。林助理，不如这样吧，平台的事还是主要由赵总监负责，我呢协助给赵总监打打下手。啊，那我重新分配一下。那赵总监，联系捐款平台的事就你来负责。苏经理，募捐名单你就帮忙分担一下。好。这件事呢，对焦总、对宏宇都非常非常重要，希望大家可以打起12分的精神。等这件事情解决了，我请大家吃大餐，好不好？好，加油！所以他到底喜不喜欢我？喜欢。那他为什么拒绝我？不喜欢。那他就为了我的事这么伤心。喜欢。可是这个女人亲都亲了，还说是公事公办。不喜欢。那他那天为什么哭着去山上找我？喜欢不喜欢？喜欢不喜欢？不喜欢喜欢？请进。焦总，这就是你说的其他重要的事情啊？最近流行数叶子吗？正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表面上来看，我是在数叶子，
其实本总裁是在看着偌大世间的人生哲理。算了，你没有佛缘，你不懂，你就直接说找我什么事儿啊，那个董事会那边回复，不会资助我们这次的捐款活动，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筹集这么大一笔款项，实在是有点困难，所以就这个啊，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儿呢。放心吧，钱的问题都不叫问题，我来解决就行了。爱过，你以后要好好保养它，千万别刮花，别磕了碰了，说不定我跟他还能再续前缘。放心吧，我的车我会好好保护的。之前跟你商量那么久，碰都不让碰，这次怎么肯割爱了？关你屁事儿啊！赶紧打钱，省得我后悔。得，不过这车都卖了，焦总以后怎么上下班啊？你怎么那么事儿？那多少钱？回来啦。嗯。哎，你怎么穿这样？骑上摩托车了？骑摩托车挺好的呀，不无聊，不堵车，更帅更拉风。该不会是把车卖了吧？你怎么知道？你真把车卖了呀？嗨，还有一辆破车而已嘛，卖了就卖了。再说，这是林助理第一次因为工作上的困难向我求救，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可是那是你24周岁的生日礼物，怎么可以？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再说了，那辆破车我早就开腻了。你看我现在穿上这一身，然后再开个摩托车，我觉得挺好的。你是不是又被我给迷住了？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开玩笑啊？捐款的事儿不是由你全权负责吗？不过这样确实还不够。啊？这样还不够啊？那怎么办呀？公益活动的组织最多是打消民众对环境的顾虑，但接下来的重点是如何给董事会一个交代。你知道吗？锦兰的价值其实远不止于此。据我查证，现在已经有科研团队在着手做锦兰的人工培育产业化。如果我们能抢占先机，未来就可以瓜分一大部分市场。对啊，这样一来，不仅可以解决悦榕的盈利问题，还可以堵住董事会的悠悠之口。等我们实现了人工培育，世人们一定会被锦兰的美所震撼。爸爸，锦兰真的存在吗？小军，锦兰可是这世界上最美的花，总有一天，爸爸会找到它，让世人为它的美所震撼。锦兰不仅仅是一种观赏类的植物，它的用途其实还十分的广泛。江阳，你知道吗？其实锦兰的用途非常广泛。现在一株难求的锦兰不仅可以实现人工培育，在未来更可以高达单枝数万元的价值。单枝数万元。虽然我相信锦兰在未来的前期前景可观，但这个价格会不会有点太夸张了？一点都不夸张，我跟你说，锦兰不仅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它在医疗医美领域也有很高的利用价值。如果我们可以把它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我跟你说，这个前景非常可观。你怎么对锦兰这么了解？看书，有一本书上专门预测了未来10年锦兰的发展前景。有这样的书吗？有，当然有。哎，
呀，焦总，你没事啊，少看点心灵鸡汤，多看点有用的书吧。也不早了，我该洗澡睡觉了，你也早点休息啊。说，为什么拒绝我？因为我是来自未来的。我跟你说，在我们那儿都已经2020年了，而我呢，已经33岁了。林淼，难道你真的来自未来？你怎么对锦兰这么了解呢？有一本书上专门预测了未来10年锦兰的发展前景。你还记得在网上攻击你的那些人吗？那叫水军，在我们那儿很流行用这种手段的，你不懂。焦总，焦总，什么事？董事会认可了咱们的慈善捐款提案，说如果事情解决顺利的话，就准许我们继续推进玉龙山庄这个项目。但如果没有解决的话，您就辞职。您也别太担心了，既然董事会让步了，就说明事情还有转机。而且刚刚我上来的时候，林助理还让我转告您。他说什么？他说，今晚我们会加班奋战，陪你一起共度难关的。哦。焦总，您今天怎么了？怎么一直心神不宁的？哎，小倩，你说有没有那么一种可能，就是你身边的某一个人，他其实并不是这个世界的？啊？那是哪个世界的？接着工作去。哎，等等！捐款的事情我自有安排，你先帮我查有人。现在吗？可是我待会儿……现在去吧。林助理，你怎么来了？哦，我来看看焦总的工作进度怎么样了。那个，因为焦总给我安排了其他的工作任务，所以我也不大清楚。其他的工作任务？什么任务啊？是锦兰的项目吗？这眼看就要停职了，还有功夫忙其他的事情，他在想什么呢？焦总，这是林助理完善好的捐款方案。啊，我先去看。还有，您吩咐我调查的那个事情，我会在今晚把搜集到的全部资料统筹好了，再给您过目。辛苦了，焦总。林助理还让我转告您，你也别熬得太晚了。只剩3天了，我们在忙什么？小气鬼。偏和。放心，都完妥了。辛苦了。焦总，您还没走啊？刚想走，看到你这灯还亮着，辛苦了。哎，君君，君
小军，你怎么来了？哦，我给你打了好多电话，你都没有接，然后我就想去办公室找你，可是你也说过你不喜欢我去，我就在这儿等你了。我从下午就开始等，没想到等着等着天又下雨了，我就去买了把伞给你，幸好等到你了，要不然你要淋雨回去了，对吧？我没事。啊，对了对了，我还做了好多你爱吃的，排骨啊，土豆，有红烧小排、椒盐小排、枸杞排骨汤，黄油焗土豆，土豆。你要不要一会儿上我家一起吃啊？好啊，不过小军，以后还是别来公司找我了。哎，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呀？怎么会呢？我就是最近比较忙。那你要答应我，以后你不许不接我电话，你不许不回我的短信，不许不回我的 QQ。好，我知道了，走吧。啊，那个是你同事吗？要不要我给他买把伞送过去？不用，还有助理来接。哦。唉，看来今天注定要接着加班了。还是女朋友靠谱，女助理什么的就应该被扣工资才对。是吗，焦总？你怎么来了？这不是怕被你扣工资，赶过来巴巴的拍你马屁吗？行啊，走吧。啊，走吧。走。林淼，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什么呀？就是两个人打两把伞是很浪费的一件事。我觉得两个人有2把伞却只打1把才是一种浪费吧。我帮你打。那焦总可要给我这个小助理撑好一阵子伞才能到家了。好一辈子伞。你耳朵是不是耳背啊？能把好一阵子听成好一辈子？一辈子？啊，焦总，我是您的助理，给您送伞是我的本分，请你不要再说这些不明不白的话了。哦，对了，小新说你还给他安排了任务，离董事会规定的时间只剩下2天零2个小时了，这个时候怎么还有时间去安排其他的事情呢？还不是因为有一些不明不白的人爱讲一些不明不白的道理，浪费别人明明白白的心意。你现在好像就在说一些不明不白的话。我再不明不白，也没有你不明不白。你到底要不要跟我打一把伞？不要，我不是给您送伞了吗？好。哎，我告诉你，林淼，以后我不说，不准你主动献殷勤。焦总，你的西装是高定的，不能淋雨啊。淋坏了就赖你。我。哪有什么一辈子？小气巴拉。
陈军，我做的三明治，要不要吃一口啊？不吃了，今天公司还有重要的事。要不我给你打包一个，你可以带去公司吃啊。不用了，来不及了，我先走了。哎，不是，你可以带着，下班再吃啊。报告焦总，网上的舆论已经全部被控制住了。报告焦总，未经剪辑的视频已经寄到。报告焦总，赵总监这2天在外联系的募捐人也都愿意提供帮助。做得好，现在只差捐款平台的筛选，我们就算提前完成工作了。焦总，平台的选择上，我想我还需要林助理再帮我一把。需要林淼。你昨天不是说平台的筛选已经差不多完成了吗？是赵总监对我目前给出的信息强制度还不够满意，他说让林助理和我一起协同来完成这件事情。行，那我再给你2个小时，2个小时以内务必把所有任务完成。好的，焦总，谢谢。啊，没什么事儿，你先走吧。好的，焦总。焦总，这是您让我调查的人的资料。林伟军，23岁，孤儿，父母双亡之后就在福利院里长大，与院里一个叫陈瑞芳的奶奶交好。这么惨啊！他的生平、学历、籍贯等资料都已经整理在这儿了。由于时间比较仓促，所以只有这2张在孤儿院的照片。